我今天开始讲啊，这郑孝胥啊，这我开始给郑孝胥平反了，敢给郑孝胥平反的，目前一个没有啊，因为这是个著名的大汉奸呀，这个著名大汉奸郑孝胥。我们今天讲讲郑孝胥真实的郑孝胥啊，他是一个大家知道为什么我们学历史学不好啊，也无法指导现实，指导出来都是混蛋，就是因为啊历史人物经过我们的历史课本啊，历史人物都变成了卡通啊，都变成了戏剧。脸谱化的，那真实的人肯定不是这样的呀，啊，肯定不是这个脸谱卡通戏剧化的、戏曲化的人物啊，对吧？那他毕竟是一个活人、活体的才行。那我们今天就怀疑一下课本啊，还原一下郑孝胥。我给郑孝胥一句话啊，给他的这个咱们还是那个啊盖棺定论。郑孝胥是什么？郑孝胥一句话总结啊，他就是真搞君主立宪的人。啊，中国近现代史啊，就是中国近现代史有无数的乱臣贼子啊，英雄豪杰，这很前期尤其是打着君主立宪发大财玩女人，挣大官的有的是，但是真搞君主立宪的啊，就只有郑孝胥一个人。我跟你讲完就知道，真的是只有一个人搞君主立宪，剩下的都是他妈起哄架秧子的。好了，说起郑孝胥这名字呢，好多人并不知道。啊，因为他并不是很有名，与他在中国历史上真实的地位相比啊，那他被严重低估了啊。郑孝胥本来应该是在我们近现代历史课本里边，他应该是排在段祺瑞之前，仅次于袁世凯之后的，懂吧？他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历史地位啊，政治地位也是这样，没有啊，没人提他，为什么呢？就因为很难讲他的历史啊。我一会儿跟你们讲最后周恩来的态度，甚至毛泽东的态度啊，你都知道，其实啊，共产党心里门清。啊，就是不提，但是不等于不知道。你是真不知道啊，因为共产党要瞒你嘛。国民党也一样啊。孝是孝子贤孙的孝，胥是伍子胥的人，伍子胥的胥。啊，居然提前开始了，又提前了是吧？这个很多人对这三个字并不了解，但是如果你是学书法的或者学诗词的中文系的，那你应该是知道他的，因为这个人的诗啊。和字啊，在清末民初啊，那是可以说是中国排第一啊，就这么夸张，他排第一，因为他是那个清末民初有个同光体啊，他是创始人或者领军人，那么他的书法造纸呢，堪称是明后啊，就是第一人，与宋代朱贤的下品啊，宋代朱贤的下品是平齐的。大家都知道，宋代书法那个造纸是很高的，所以他能够到。朱贤的下品已经不得了了。那张之洞啊，大家知道张之洞大人对他的评价是明后第一人啊，无论是诗还是文，都是明之后的，有明之后的乃是第一人。那老王就借着郑孝胥讲讲推背，他可上不了推背图啊。没人给我挑我错别字吧？造纸是咱们那个梗啊，我知道那读造诣啊，别在评论区再给我。指明方向了啊！你就要有一点那个轻松的感觉啊！所以张之洞评价他是明末第一，有名以来，哎，就真来了个造诣了啊！有名第一人，其书法之绝啊！你不要吹牛逼啊！不要吹牛逼啊！买卖上见高低。哎，我说我造纸高，你说你造纸高，那咱俩看看谁的纸卖的贵。所以郑孝胥的字儿，大家知道他卖多少钱吗？在明末民初，郑孝胥的字儿是中国最贵的啊，第一贵啊，第一贵。你们今天去中国任何一家交通银行，你看那四个字，那交通银行那四个字就是郑孝胥写的。交通银行这四个字，郑孝胥收了交通银行当时多少钱呢？4000大洋，1000大洋一个字儿。交通银行四个字花4000大洋买的，如今还挂在交通银行的大门上。无论国民党独裁还是共产党解放，谁也舍不得摘下来交通银行这四个大字儿，你就知道他的字儿当年在书法圈的地位了。他可不是大官啊，他是个退休老头啊。那时候，当时他在上海卖字儿，市场是这样的：1911年到1931年啊，郑孝胥还卖字儿的这10几20年。郑孝胥1931年以后不卖了，因为当总理去了啊。1931年之前，1911年之后这20年，郑孝胥的一个字儿最低10两银子，
当然，听过我做金融解说的都知道，1两银子等于多少大洋，对吧？因为大洋和银子当时一个稳定的比例关系，就是搁今天的话就是14到15个大洋。孝虚老先生一个字儿14到15个大洋，你想他写字儿不跟拉屎那么快吗？一会儿就写出来了，因为他写的非常快。那这什么行情呢？老观众都知道啊，一个东京艺妓包夜2块钱大洋，2块钱大洋。鲁迅在北京啊买了一个大宅子，好多间房的一个大四合院，在西直门买的800大洋。这就是他一个字儿两个大洋。陈独秀当时是北京大学教授，他嫖娼，他在八大胡同天天嫖了好久，欠着嫖资，一共才欠了250个大洋。一个县官县长，民国的一个月的1年的薪水300个大洋，这货一个字儿就15个大洋。所以他自己晚年吹自己说，我那大清灭了以后，我一点没吃亏，我一点不受影响。说您怎么不受影响？您都省部级领导了，没工作了？哎，你可不知道，曾谈字沪上啊，我曾经在上海卖字儿，年入2万金，我他妈1年挣2万个大洋啊！这也就是构成了郑孝胥这一生桀骜不驯、誓不食周粟啊，就是民国建立他不认这么一个底气啊。为什么有底气啊？不差钱啊，对不对？我买了崔永元2个字人民币5000，那你是赞助了他4900啊？崔永元这字我也看见过啊，他跟郑先生对这个教友说的好啊，根本花不完啊。许先生日志蛇来了，根本花不完。郑先生他可以印钱呀，他妈咔一写一个15、30、45，去他妈挣钱印钱的，所以他牛逼到什么程度？哎，他玩金融的，我不是开玩笑，他真是玩金融的。他卖字儿是他的副业，玩金融是他主业。他玩金融，他懂字儿啊，他懂经营啊，还牛逼呢，惜售呢。哎，你要尊重我，哎，你来我们家，你要认识我，我才给你写。啊，就跟我算命，你要插队啊，你要加钱的。我平时我没时间写，15块钱那个我没时间写，你给我加个0，我就明天我给你写出来。而你还得认识我，而且呢，郑孝胥有一个意思啊，你但凡递名帖说民国多少年，他不理你啊。你说民国3年，您给我今天来了，民国3年5月5日，请您给我写字，没戏啊。说落款落什么落。清朝的那个宣统多少年，我给你写字儿啊！大家看过那个《再造共和》那些共产党大片里面都有这个，有时候有这个细节镜头，特有意思。就是你让我写字儿，你让我落款，什么公元多少年或者民国多少年的，你给我滚！我不给你写，你给我多少钱我不给你。你要是让我写宣统多少年，我给你写，而且不收民国的钱。大家知道民国后来用纸币啊，交通银行法币什么的，中国银行不要。你要想请我写字儿，只能给我大洋。哎，你给我大洋，我收着。袁世凯的我都不收，我只收大清的龙元。所以这个货为什么就是他有钱呀？因为他能抵御通货膨胀啊。所以他就是他少的时候卖着玩的时候，1年大几千，高峰期他在上海1年挣2万大洋，而且大洋他不贬值，天天啊。这是一个有理想有信念的故事啊！就是我为什么说有理想有信念，什么年代都很重要啊！因为最后你会笑到最后。你看啊，因为他认皇上，他认大清，所以他就不用民国的纪年，他不用民国的钱，所以他只用银洋。哎，时间长了以后，操，大家民国的钱都变纸了，他的银洋反而升值了。这就是个有理想的人的故事。什么概念啊？1年挣大几千，挣2万，什么概念？鲁迅是当年稿酬最多的，因为这货啊很敬业。啊，奋笔疾书，而且鲁迅社会地位也挺高的，大学老师啊，大学教授那个年代。那么鲁迅当时一生奋笔疾书，都快最后把自己累了个肺痨，写了24年。鲁迅从出名到挂了24年，鲁迅24年一共的稿酬是12万大洋，就鲁迅卖他那个文一共挣了12万，年平均收入，24年12万，年平均收入5000不到。郑孝胥玩着写，而郑孝胥可不给你写长文章的，不写小说。郑孝胥就写字儿，玩闹，该革命，该复辟，哎，该给溥仪上课，该泡妞，是鲁迅的4到5倍年收入。鲁迅都快累死了，郑孝胥很轻松啊。鲁迅还去大学什么讲课，郑孝胥从来不去的。但是呢，郑孝胥的名声很臭，
名声很臭。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是他是皇帝溥仪的末代老师，再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他是伪满洲国的第一任国务总理，这一辈子拥护大清，反对共和，是国共两党公认的妥妥的大汉奸啊！如果说大汉奸排行榜，他是远远排在汪精卫前面的，因为汪精卫是后来二战之后才跟日本人搞到一起。老郑可不是啊，老郑他妈的从有日本人关东军那天，老郑就跟日本人不清不楚的勾搭，所以呢，国共两党都把他认定为大汉奸。更操蛋的是溥仪啊，溥仪最后变节了，失节了。溥仪为了苟活于性命啊，他们写了一本书叫《我的前半生》啊，那里边把郑孝胥极尽丑化之能事。啊，就是当然也是溥仪也没办法，要是他不那么写，或者那别人给他改的，他也活不了，所以，总之就是他被污名化了，溥仪、国共两党都把他污名化了，所以直到今天，小粉红，或者说不光小粉红，包括我们这样的啊，我们这样非小粉红啊，都以为郑孝胥是满族的，或者是亲满族的，所谓今天讲叫满达，对不对？其实不是，郑孝胥不是满达，郑孝胥甚至连满族都不是，郑孝胥是个正经的江南大才子，生于苏州，江苏人，祖籍是福建的。他字叫苏堪，号海藏，所以他又自称人称郑海藏。22岁，郑海藏少年得志，他书香门第，他就中了解元。22岁很年轻的，知道22岁解元什么概念？唐伯虎就是解元。所以他是这样一个家庭啊，家庭背景牛逼到不得了，因为他这个家庭10个举人，5个进士，2个翰林。大家知道典翰林是什么意思？典翰林，你们家有皇帝的匾。10个举人，5个进士，2个翰林，他亲爹叫郑守廉，就是翰林院翰林，所以这是一个满朝为官的江南士大夫家族的孩子，那可不是穷人。从小就叼着官印、叼着金钥匙出生的这么个人，结婚了以后门当户对，娶福建传政大臣吴赞成的女儿为妻。啊，他老婆的爹是福建的传政大臣，因为他是福建人，所以他不想当官都不行啊。20多岁刚刚结婚，刚刚拿到他的这个所谓的学位，就去沈葆桢和李鸿章的幕府历练，去当官了。想去沈葆桢家当官就去沈葆桢家当官，想去李鸿章家当官就去李鸿章家当官。他跟沈葆桢的儿子和李鸿章的儿子都是铁哥们儿，就这么一个家族的人。1891年他31岁，李鸿章的儿子就是他的铁哥们儿铁妈鸡，就是当年驻日本的公使，叫李经方啊，经纶的经，经纬的经，方正的方，方圆的方啊。李鸿章的儿子叫李经方，李经方当时是大清国驻日本的一个公使。然后呢，李经方去日本就带着郑孝胥去了。所以郑孝胥在31岁那年跟随李经方东渡日本，任大清国驻日本的使馆的秘书。第2年就变成了驻东京的领事，之后又变成了驻神户和大阪的总领事。出使日本一共3年多，因为他的诗词书法都是一绝，也是满腹经纶，所以呢，日本的朝野上下士大夫就都仰慕他的才华，都跟他交往。所以呢，郑孝胥得以在日本青年时代认识了大量的日本官僚士大夫贵族。这个是后边的伏笔啊！他一生之所以后来那么牛逼，正是因为他早期在日本可以说是见证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全过程。他去日本的时候，正好是日本明治维新最火的时候，正好一天一个变化。所以郑孝胥在日本待这几年，亲眼看见了日本从穷到富、从弱到强的过程。所以他是完成了一个从俯视日本，他刚去的时候俯视日本呢，到平视日本，到仰视和尊敬日本之后，又看穿日本的这么一个全过程就是从否定到肯定再到否定这么一个全过程。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经历。纵观满清这一代人，就是他这一代人，李鸿章儿子这一代人，就是1860几年出生这一代人，这么了解日本的，他是唯一的一个，不是第一个，是唯一的一个，之前之后都没有。你像孙中山他们可能更了解日本，何应钦、蒋介石他们更了解，那不行，他们太晚陈独秀他们不是陈独秀，那个谁汪精卫他们太晚。之前呢去日本留学的那些人又太早，都是满清的那套东西。
真正在日本了解了日本全过程的，正好赶上日本崛起那个变化过程的，只有他一个。所以呢，他在他的日记，他这个人最后留了一本郑孝胥日记，那个很有文献价值的。他刚开始去日本的时候，他在街上看到一个建筑，因为他懂啊，他马上说这是抄中国的，抄中国哪一朝哪一代的什么建筑啊？走到另一个地名，看到那儿的规矩啊，我这儿规矩是抄中国的，哪一个地方抄来的，就开始是俯视了啊。后来呢，我操，人家日本天天日新月异，他就不那么狂了。后来他就发现啊，日本人的这些东西值得我们学习。他在这个日记里，他这个过程中非常的明确，所以他这也是他日后成为伪满洲国的第一任总理的重要的资本啊。郑孝胥日记详细的记录了这段心态的变化。然后我就告诉你，你不知道的地方开始了。甲午开战，甲午战争开战的时候，他正在日本当神户、大阪总领事。甲午开战之后，双方断交，正式宣战断交。然后呢，打了不到1年就打败了嘛。打败了之后呢，李鸿章就开始跟日本人谈判。大家知道郑孝胥跟郑经方这种关系，郑经方又是驻日本的公使出身的，这个郑孝胥李经方李经方是驻日本公使出身，郑孝胥又是阪神总领事出身，所以他们两个就在这个中日甲午就是马关谈判中，他们两个是主力。然后呢，这俩货呢跟李鸿章完全不一样，因为这俩货知日，真正的知日本，所以你所有人都想不明白的，所有人直到今天都不知道的，就是郑孝胥、李经方坚决反对议和。你想不到吧？就是如果他是真的是日本大特务、日本大汉奸的话，他怎么会反对议和呢？应该马上卖国求荣，对不对？为什么？因为郑孝胥在日本3年，年轻人他学得快，他目睹了日本的成熟和成长，也看穿了日本。他得出一个结论：日本是一个小国，是一个穷国，而我大清是个大国，是个富国。我大清之所以现在成这个样子，是因为什么？积弊太多。而日本虽然小，虽然穷，现在励精图治，举国借债，上下一心，全国总动员，把能借的债，祖宗18辈的都借了，然后买了新军舰，把我们打败了，练了新军，把我们打败了。但是此时他虽然把我们打败了，他拖不起，他必须速战速决，因为他这个国家国力已竭，而我大清在甲午战争中其实根本就没有动员。大家知道，甲午战争对于大清来说是一场朝堂之上的战争，贵族之上的战争，老百姓根本没有什么感觉。他说，如果我们像日本一样全国动员，我们一定能经得起5年10年。我们跟他干5年，就是丢了整个华北，丢了整个东北，日本一定会最后输。所以他建议皇上迁都南京，实在不行迁都广东，跟日本做南迁之策，跟日本做举国抗战，不要华北了，跟他打，放日本人进东三省。你不是要朝鲜吗？放你进来，跟你做旷日持久的持久战。你想不到吧，弟兄们，我没有瞎编啊，自己看郑孝胥日记去。真正的论持久战讲百里的老师是郑孝胥，真正讲起来对日战争要用持久战这一方法才能把日本彻底击败的，恰恰是甲午战争时期中国就提出来的这样的战略。可惜当时的大清国运已去那老佛爷皇上都着急和谈，搞一个他妈的明面的太平。李鸿章当时也垂垂老矣，李鸿章也没有那个当年的那种乾隆那种康熙那个时代的那种大臣的那种野心所以就赶紧议和，赔点钱就得了。所以这个事儿就完了。然后戊戌变法期间呢，郑孝胥站在维新派一边，这你又想不到了吧？你如果要是国共两党跟你说的是真的，那戊戌第一，甲午战争郑孝胥应该站在日本一边，没有，正好相反，这货主战，而且是倾全国之力，皇帝难受去跟他干这是你没想到的。第二就是戊戌变法，就是康有为、梁启超、康梁戊戌变法拉着光绪皇帝百日维新的时候，郑孝胥站在光绪皇帝一边，郑孝胥不站在保守派一边，他是维新的主要的大臣，深得光绪皇帝的器重，专门负责给光绪皇帝讲练兵练新军之法
啊，戊戌变法失败，他没有受影响，为什么？你想，他们家族怎么会受影响呢？他没有受影响啊。康梁出逃，几个人，谭嗣同他们杀到菜市口问斩。郑孝胥呢也受了影响，不能在北京当官了，所以呢就是南下投他亲戚啊，也他老板张之洞啊，张之洞跟他们家也沾亲带故的，投了张之洞，在张之洞幕府里边为官，一干就是8年。帮张之洞干什么？帮张之洞做实业，办京汉铁路，办铁路学堂，干教育，办江南制造局。大家知道枪炮都是江南制造局开始做的，张之洞维新大臣啊，这个所谓的洋务。那么洋务张之洞不可能自己做，洋务的张之洞的具体操办人就是郑孝胥。他既做过现代的学校，也做过当时铁路，就是现在的 AI 吧，大数据就是风口啊，当时的铁路，京汉铁路他修的，京汉铁路那个铁路学堂是他办的，江南制造局啊，这些机械加工、枪炮啊、发动机他干。张之洞称他为范增啊，我府中之范增，我幕府里边的范增。1903年离开张之洞，跑去广西。广西当时的两广总督，广东广西两广总督叫岑春轩，也是他家的亲戚。郑孝胥去了以后，入岑春轩幕府，帮助岑春轩干洋务啊，在张之洞那儿的事儿，他在两广又干了一遍，然后练新军。哎，你没听错啊，他可不是说一个文人啊，跟你的印象不一样，他不是文人，他是武的啊，文武双全，他的功夫很好啊，他会武术。所以呢，郑孝胥在岑春轩那儿呢练新军3000人，然后又从湖北借去了武剑营3000人，进入广西剿匪。大家知道广西10万大山那是历史以来最乱的地方，土匪最多的地方。是郑孝胥剿抚并重啊，没有用朝廷的经费，剿抚并重，不到1年就招抚了匪首陆荣廷。说，哎，这名怎么听这么耳熟啊？陆荣廷啊，陆荣廷就是后来桂系的之王啊。民国初年那个桂系就是陆荣廷的。陆荣廷以前是土匪，他等于是把宋江给招募了，所以陆荣廷一生都感谢郑孝胥，称他为老师，人生导师啊。所以招了陆荣廷，那其他的土匪望风披靡，广西全境在清末治安之所以那么好，由此稳定，开山鼻祖就是郑孝胥。郑孝胥从此以风流儒将自居，哎，他觉得他自己很牛逼的。然后呢，老桂系对陆荣廷，新桂系是李宗仁、白崇禧啊。郑孝胥收服狼兵的故事啊，所以郑孝胥以风流儒将自居的。大家知道历史上还有一个人跟他情况很像啊，大明的时候就也是个儒将，就能剿抚并举，把中国最难剿的土匪给剿了。这个人叫王阳明，所以郑孝胥是不差于王阳明的这么一个状态啊。不久以后啊，我看监控了，亚马逊这么晚还送，现在全是印度啊，你阿三呢，那没办法呀。亚马逊现在早上4点开始送，一直送到晚上10点。我操，好嘞。这个不止19:30，晚上22点一样有快递啊。所以这个咱们接着说，不久以后呢，北京开始政治体制改革了啊，因为大清也扛不住了啊。那政治体制改革干嘛？要预备君主立宪啊，这大家都知道吧？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实际上北京是准备搞君主立宪的，皇上已经同意了。郑孝胥被推举为预备立宪工会会长，一把手他是。也就是说，郑孝胥在中国清末民初的这段变革过程中的这个历史的作用被严重低估。他是预备立宪会的会长啊，副会长是张謇，张謇就是当年最后一个状元啊，就是江苏海门人，实业救国专家张謇啊，也是很有名的啊。所以郑孝胥的演讲，让我们听听他当时的原话。他说：“中国的问题啊，他为什么君主立宪？中国数千年以来皆为家天下。”一家之天下，一独夫民贼之天下，所以必须有宪政才能救中国啊！这不是说什么满族啊，什么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呀，什么这不是啊？这个问题不在这儿。驱逐了鞑虏，还会有新的鞑虏啊！朱元璋的残暴不亚于满清的残暴，所以中国为什么出问题？家天下啊，一家说了算，全天下为其一家一人之私一个独裁必然产生乱祸的基础。所以真正的中国一定要提高人民素质。
你一个独裁独夫控制了天下之后，他一定会疲民、弱民、愚民，让中国的老百姓都变成大傻逼。所以呢，要想救中国，必须搞宪政。要想搞宪政，首先要抓教育。他说：“老王，你是不是在替郑孝胥说话？”哎呦，没有啊，郑孝胥真的是这么说的。郑孝胥在张园演讲，你看他的原文，他说：“国民能自尊敬宪法、服从宪法者，其道德日进，资格日高，自然能练成大国人民的一种高尚严重之风气。”他推崇，注意他用的这4个字啊，就是他推崇一个大国、负责任大国的公民应该是高尚严重这4个字。高尚是什么？我道德高尚。严重是什么？很严谨，很稳重。高尚、严谨、稳重，这是大国国民的素质。所以实行宪政必须以此高素质之国民为基础。他原话不是我编的。第二，否则就会出现当年大清的状态。你听听是不是现在的状态啊？绝无轻佻任性、暴动野蛮之恶习。恶习。什么是恶习？恶习是什么？中国人民的恶习是什么？轻佻、任性、暴动、野蛮。是不是今天的巨婴的写实状态？红卫兵巨婴们是不是轻佻、任性、暴动、野蛮？你说老郑他妈说这话，你知道今天读你都觉得我操，这哥们儿看得够远的呀。所以若徒有宪法，你只有法律而无尊重法律之人民，那你这个国家的法律啊不能独立，也不能得到万国的信用。也就是各个国家啊，所谓普世价值也不会服你，因为你都是他妈野人。哎，我没暗戳呀，真的是这么写的。你搁现在滨崎步唱歌在上海啊，滨崎步唱歌都能给人掐电呀，你这个难道不是轻佻吗？难道不是任性吗？啊，你中日关系差，他一个女歌手唱完歌吗？何来大国之高尚严重啊？所以遗憾的是，直到今天，中国居然还在向郑孝胥当时警醒大家的那个反方向发展。武昌起义爆发呀，然后呢，郑孝胥呢路上那时候武昌起义爆发，郑孝胥终于解决了他正部级，所以郑孝胥正在去出任湖南省长的路上，湖南布政使路上，然后打起来了，他也不用去了，所以他非常生气。好多人呢说，郑孝胥因为这个就彻底，因为他当不了湖南省长了，他彻底走上了一生反民国，这反动道路，太小看郑孝胥了。郑孝胥你妈维持例会维新，就是大臣，这到他妈的这个立宪工会又是会长，所以他的影响力，他民国他随随便便能捞个副总长，那捞个内务部长没问题，副总理也是分分钟的事儿。他实际上他还可以官升一级的，为什么？我一会儿告诉你。那民国那7任总统怎么请他？所以他不是因为我当不了湖南省长，解决了我正部级待遇，我跟你们说不是这个原因。为什么？就是一种信仰。他就直接去上海，耍赖，就是叫什么躺平了。他一看民国那成事儿了，直接躺平，就去上海了。他在上海这么说的：我今日所见者，没有革命，只有乱臣贼子、反复小人这3种人。乱臣之罪服于贼子，贼子之罪又服于反复小人之罪又服于乱臣，其余中国人皆难民也。听懂他说这句话高啊？你想想，1911年辛亥革命，我们历史课本写是吧？孙中山什么爱国呀，康有为救党啊，什么他妈的这个，哎呀，什么李大钊啊，什么这个引入共产主义呀，什么蒋介石啊，北伐呀，什么曹锟、段祺瑞这些北洋军也他妈的起义呀，要逼着满清下台，袁世凯也他妈反戈一击啊。在郑孝胥那个年代，他的眼里这3种人是什么？乱臣、贼子、反复小人。最 low 的就是贼子，孙中山就是贼子，孙中山在他眼里就是贼子，这是最 low 逼的。乱臣是什么？乱臣那你不用说了，这个袁世凯就是乱臣呀，段祺瑞这些人就是乱臣呀。咱最可恶的什么？最可恶就是起哄架秧子的，起哄架秧子这些所谓的他妈的士大夫，他们叫反复小人啊！今儿共和，明儿民主，后天又他妈的又尊王攘夷去了，这叫反复小人。反复小人最可恶。什么叫反复小人啊？反复小人就是
精致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就叫反附小人。这个今天就是盛产反附小人，所以他认为反附小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啊危害最大，其他的中国人都是他妈的难民。所以呢，共和成功了，中华民国成立了啊，北洋中华民国成立了，这哥们搬上海去摆烂，拒不承认中华民国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没有正统性，在上海他不差钱吗？在上海住海藏楼，好多人读说老王那叫藏啊，海藏楼，这个还真不读藏啊，虽然那个书放多了就容易叫藏，但是在他这儿还真叫藏。为什么？因为他的偶像，他人生偶像是苏东坡。苏东坡有一首诗，其中一句话是这么写，叫万人如海一身藏。所以呢，他把自己自号为郑海藏啊，所以他叫海藏楼。他就在上海建他那个海藏楼，就弄大农场就玩呗啊，就是没事干了，看不上这帮王八蛋，走了，润了。当时上海是十里洋场租界，他在那儿摆烂。有诗为证啊，郑苏堪之海藏楼，在沪西南阳路，在沪西上海西边南阳路，地占3亩，门前有大柳树数棵啊，楼为3层，哥们盖了3层楼啊，环以花木，楼前有一小广场，春樱秋菊发荣之时啊，主宾畅游期间啊，其乐融融。后于场南又住了蒙欧蟹啊，蒙欧蟹听这名啊，联盟的海鸥的亭台楼阁那个榭啊，为饮酒论诗之处啊，叫榭必有水嘛，场西又有一小亭，署名司鹤亭。然后他的弟子姓朱的要买一公一母2只丹顶鹤，给他放到司鹤亭让他养着玩啊。结果呢，这哥们儿呢还没养2天，不养了，走了，去北京了。为什么呢？咱们先说一会儿他去北京，咱就先说他在这过着多么悠哉的日子。经过他这么几年苦心经营，北京那边军阀混战，这哥们在上海租界经营他这个海藏楼，把海藏楼经营成了一个著名景点。所有的南来北往的中国的文人雅士，以能在海藏楼跟郑海藏喝酒论诗为荣啊，大量的遗老遗少、前清贵族都跑到海藏楼啊买他的字儿啊，所以呢，他的生意啊生计巨好。不缺钱啊，同一个时代，大量的晚清文人他妈缺钱，他没缺钱啊。张謇就是最后一任状元，这么着评上海滩著名的3遗老啊。上海滩当时有3个著名的省部级干部，晚清遗老，他排第1啊。他说，另外2个，一个是沈葆桢的儿子，大家知道沈葆桢对吧？沈葆桢的儿子叫沈余庆，是贵州省的最后一位省委书记啊，那时候叫巡抚，贵州最后一位巡抚沈葆桢叫沈余庆，不耐寂寞，又不会经营，遂困顿不堪呀。沈曾植是最后一位安徽省长，颇耐寂寞啊，但是不会经营。为郑孝胥啊，海藏既耐得住寂寞，又会经营，所以他过得最好。哎，你今天搁这话，咱们都跑到温哥华 LA 来，咱们看不上他们不玩的这些人。今天的 LA 就是天津嘛，今天的温哥华就当时的上海了，就是润到这儿来，你看完全可以借喻的，就是你要耐得住寂寞，就好山好水好无聊，你还得有钱儿，你不能坐吃山空。所以你现在在温哥华 LA， 我操，你既能耐得住寂寞又有钱的那个，你最羡慕的那就是当年郑海藏在上海的状态啊。所以郑孝胥的收入啊无人能及啊。除了刚才说他卖字印钱之外啊，他还投资什么公司啊？通州垦牧公司、大丰盐业盐垦公司，就是卖盐的啊，苏路、浙路都是铁路，化成保险公司、成范养鸡场、绥芬河金矿、东欧帆业公司啊，就是白帆业公司、道盛银行、俄国国债券、北京自来水公司、政府公债以及上海、苏州、汉口各个码头的土地投资啊，做房地产的。所以你说郑先生太有钱了，不是操，大清是亡了，郑先生这在上海那越过越好，这日子不缺朋友，因为有钱嘛啊，躲在上海啊，银两和女人都不缺。然后北京就开始请他去当官啊，中华民国就请他当官，不去，看不上啊，天天以宣统纪年，不去民国做官，不用民国的钱，嘿嘿，一躲13年
在上海一躲一摆烂了13年。在这13年过程中，袁世凯称帝了。袁世凯是他铁哥们儿，袁世凯称帝了。袁世凯请他说：“你不是提倡帝制吗？我现在称帝了，你赶紧出山吧！你不是帝制吗？谁是皇帝不是皇帝啊？”不屑一顾，反复小人。第一个说的就是你，乱臣坏于贼子，反复小人坏于乱臣。你他妈先是乱臣，后是反复贼子，反复小人。我要给你当大臣，你看他玩蛋去，他不去啊。然后谭世凯砰崩盘了，结果过2年张勋又复辟了啊，把小溥仪5岁小溥仪给推上当皇上去了。张勋也是他的铁杆，张勋就一群满清的遗老遗少冲向北京啊，给皇上磕头去了。张勋也请那个郑孝胥，你也来吧，你来当宰相啊，不去，说我太了解张勋这个傻逼了，张勋是个无能鼠辈啊，没有能力。德不配位，一定会搞出一地鸡巴毛来。果不其然，我操，张勋就复辟了，不到几天就完蛋了。所以北洋政府7任总统走马灯一样上来，不去，谁去都不去。第2次直奉战争，张作霖1927年左右，张作霖26年，张作霖入关，打败了第2次直奉战争，打败了吴佩孚。然后呢，请在天津尔湾。阿凯迪亚炒币度日的段祺瑞啊，段祺瑞躲起来在天津尔湾天津啊炒币过来当执政府。为什么不当总统呢？因为他妈国会都废了，所以没有办法，因为没有国会选不出总统来，就把段祺瑞命名为执政。所以这就是什么段祺瑞执政府就这么来的。段祺瑞是郑孝胥的好友，因为段祺瑞有文化呀。所以他一想，我应该有面子，所以呢，他又让郑孝胥你过来帮我啊。郑孝胥也不去。段祺瑞一着急，段祺瑞没有经郑孝胥同意，自行任命郑孝胥为内务总长，而且在北京和上海的报纸上同时公布，郑孝胥人在家中玩，内务总长乌纱帽头上掉，不去，我不缺那点钱，什么年薪1000元、年薪1万的，跟我没关系，我不缺那点钱。所以郑孝胥的名节那是相当的高，我操，整个晚清啊，没有比他名节更高的，成功的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这个人叫庄士敦。